Tomato， 嘿，我是番茄。这次来介绍一款我玩过 demo 后更期待成品的游戏《末世录：献祭》。游戏中，玩家扮演失忆的主角，在昏暗的地牢里醒来。为了寻找记忆，主角来到了欢乐谷。这时，已经悄悄地改变了城镇里所有人的命运。在非战斗状态时的画面中，有时还会有路线的选择。右下方的按键有向前、向后，还有日志按钮。日志里有记录着主线、地图、道具以及游戏设定。在萤幕上滑动手指可以砍杀敌人，当滑动砍杀的范围越大，将会消耗更多的能量，同时也能对敌人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滑动砍杀除了造成伤害，还可以破坏敌人的某个部分来瘫痪它，像是砍断眼球怪的触角时，它的施法会被中断。所以战斗时需要仔细地观察敌人的动作，尤其是遇到复数的敌人时，就很考验玩家眼明手快的协调能力。游戏的核心玩法是用手指滑动萤幕进行砍杀，而这个动作不仅仅可以用在战斗打怪，也可以用来解谜。不过游戏剧情为主的关系，所以解谜的难度大部分都是休闲派的。玩家以第一人称视角来探索这个世界，除了与 NPC 对话来了解剧情之外，也可以借由道具里的描述来推敲故事背景。游戏路线很多样化，所以你的选择将会影响故事的发展。依照官方的规划说明，游戏会有4个主线任务，每个主线任务都会有3个以上的结局。所以这样算起来，少说也有12个结局哎。剧情的代入感还蛮好的，而且也会有主角的吐槽，看一看都会跟着会心一笑。一开始觉得日志里的字体有点小，还好无意间发现可以点开来看，这时候字体的大小在手机上阅读就比较舒适了。在战斗的时候，则是觉得手跟眼睛都好忙，一下子要按攻击，一下子又要按防御。后来我发展出左右手可以同时动作，左手边滑动砍杀，边找敌人的弱点，然后注意敌人攻击的时机，再用右手按防御键。这样的攻击模式上手之后，反而常常忘记有法术可以释放。这款的对话量蛮多的，目前遇到的 NPC 在对话中都会有选项。如果按照官方说明选择会影响后续发展的话，这种设定就很有蝴蝶效应的感觉呢。而且还有许多资讯都在对话中及道具说明里，应该很适合喜欢抽丝剥茧的侦探系玩家。目前玩完 demo 版后，让我非常期待游戏的成品。由台湾独立游戏团队 Fog Games 所制作，是一款买断制的单机 RPG 手机游戏。如果这游戏也吸引到你的话，欢迎一起加入赞助的行列。集资页面的连结我就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中。衷心希望集资能顺利成功啊！